刚刷到周深被伴舞溜到破防这个词条的时候，我愣了2秒，心里直嘀咕，这年头连音乐剧舞台都开始走喜剧综艺路线了。结果耐着性子点开现场直拍，好家伙，原本该是灯光幽暗、弦乐铺底、情绪慢慢往上推的优雅串烧，硬生生被台上2位老熟人演成了猫鼠游戏。他在后头追，伴舞在前头溜，一圈又一圈，底下观众笑得直拍大腿，侧目那位平时不苟言笑的老戏骨直接没绷住，捂着嘴肩膀直抖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表面上看不就是走位乱了，体力跟不上吗？可你细品 ，live 现场最抓人的，从来不是什么严丝合缝的工业标准，恰恰是这种带点毛边的真实感。咱们平时看舞台，镜头切得再精准，电音修得再平滑，总觉得隔了层毛玻璃，呼吸是假的，心跳是假的。可那天晚上，那种意料之外的脱轨，反而把舞台的肺活量直接塞回了观众嗓子眼里。我常跟圈里朋友聊，真正的舞台魅力，不是零失误的复刻机，而是聚光灯打下来的那一秒，人没躲，没装，没硬撑。周深这次被溜，看着是有点狼狈，可那股子鲜活的生命力，算是彻底透出来了。这种不端着的状态，反而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走位都更戳人。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点，看第一天的现场，开场音乐刚起，伴舞显然就没打算按常理出牌，大跨步，直线加速，全场折返跑。你想啊，音乐剧的走位本来是有呼吸的，该停该走都有谱，突然有人开始搞体能拉练，换谁都得猛一下。周深一开始还端着，步子迈得挺稳，试图维持歌手的那份体面。结果呢？对方根本不讲武德，步子越拉越大，路线越扯越飘，没2圈他就得停下来，双手扶着膝盖，喘得跟拉风箱似的，嘴里还不忘自嘲，这哪是唱音乐剧儿，简直是跑马拉松，体力条彻底空了。我看到这儿没忍住笑出声，但笑完心里其实挺佩服。很多艺人遇到这种突发状况，第一反应是慌，眼神乱飘，赶紧找主镜头找不姿态，恨不得用表情管理把尴尬糊过去。周深倒好，直接摊牌，把那份累那份猛明明白白亮给你看。尴尬吗？不尴尬，反而成了最好的节目效果。舞台本来就不是排练室，肌肉记忆、气息配合，甚至那天晚饭吃了啥，都会影响现场的微妙平衡。偏差要是处理的生硬，叫事故；处理的松弛，叫神来之笔。他选了后者，用一句自嘲把紧绷的节奏瞬间柔软了。我总觉得这种敢在台上喘粗气的底气，不是靠人设撑起来的，是实打实一场场演出熬出来的。只有真正把现场当回事的人，才敢把弱点露出来。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职业素养。到了第2天，风向悄悄变了，伴舞换了战术，小碎步，迂回移动，看着不起眼，实则更熬人。大跨步好歹有轨迹可循，小碎步那是走位飘忽，路线全凭心情。追的人得不断调重心，膝盖和脚踝根本歇不下来。最绝的是周深那句脱口而出的吐槽，你跑碎步是不是在讽刺我腿短？话音刚落，场子直接炸了，笑声、掌声、起哄声混在一起。你想想，台上台下那么多镜头盯着，谁愿意主动往自己短板戳？换个人可能当场就僵了，或者硬扯个笑脸糊弄过去。他偏不，接得干脆，火候刚好。我特别吃这种舞台上的自黑，他不是讨好，是控场。当你不再死抱着完美偶像的包袱，反而能用幽默把意外接住，观众的情绪自然就跟着你走了。而且你仔细琢磨那句话，表面是玩笑，底下其实是信任。只有知道对方在玩什么节奏，懂什么情绪，才能接得这么准。这种默契不是1-2天能喂出来的，是无数次同台，无数次眼神交汇，甚至无数次下台后互相调侃攒下的底气。看似随口一句，背后全是职业演员之间的相互托底。观众笑，是因为感受到了那种不用言说的安全感。光追着跑，戏剧张力还不够。周深后来急了，直接登上舞台边的椅子，想玩个居高临下的拦截，结果伴舞跑得太猛，脚下没刹住，整个人踉跄着往后仰。2人差点在台上撞出一出即兴小品。最经典的那幕在舞台中央，他好不容易拉近了距离，眼看就要收网，伴舞一个急转弯，他愣住，原地卡壳，脸上那表情明明白白写着我是谁，我在哪，人呢？确认没跑远，才长舒一口气，吐槽道，非得跑那么远吗？累得我快不行了。这段我反复拖进度条看了好几遍，每次看到那个瞬间的当机，都觉得特别珍贵。
咱们平时看惯了偶像剧里丝滑的走位，突然撞见这种预判失误加瞬间断片的画面，反而有种打破次元壁的亲切感。现场演出的价值就在这儿，它允许出错，允许停顿，允许人在聚光灯下展露那1秒钟的人类本能。周深没硬撑，没假装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他把疲惫和错愕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。这种坦诚比任何精心设计的互动都扎心。舞台不是流水线，人也不是齿轮，偶尔的卡顿恰恰是艺术在喘气。观众要的不是机器，是能共情的活人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旁边那位老戏骨，人家本来是来镇场子定基调的，结果硬生生被带成了喜剧配角，笑到捂脸，直摇头，连原本该走的表情管理彻底垮了。整场表演的戏剧感瞬间拉满，音乐剧串烧，愣是演出了猫和老鼠混搭即兴脱口秀的味儿。网友刷屏说，这哪是音乐会，分明是体能测试加喜剧大赛。我常觉得舞台就是个能量场，情绪是会传染的，呼吸是会共振的。当周深和伴舞开始较劲，那种轻松带点孩子气的氛围就顺着地板蔓延到每个角落，连布景都跟着活泛起来。老戏骨笑场不是不专业，是高级的接戏。他知道这时候不能端着，得顺着这股劲儿走，整场演出才能流动起来。做现场的都懂，节奏一旦断了，词再好也就不回来。那天晚上节奏乱了，但情绪没断，这说明什么？真正的高手不是死抓剧本不放，是在失控里找新的平衡。周深这场把乱中有序的现场哲学玩透了，这种不抗拒意外的态度，反而让整场戏有了魂。其实这事儿能发酵的这么欢，底子早就打好了。翻翻以前的演出录像，这种默契翻车根本不是头一回。某次巡演，伴舞顺手帮他理滑落的披风，他张嘴就来，老肩膀太滑，温情互动秒变相声现场。还有一回，伴舞突然掏个鱼道具突袭，他愣了2秒，当场改词接梗，硬是憋着笑把整首歌唱完，换气都没乱。这些细节看着随意，全是真功夫。我挺感慨的，现在太多舞台追求零容错，恨不得把每个走位、每次呼吸都写进 SOP。可艺术这东西偏偏需要点人味儿。周深他们敢在台上玩，敢接梗，敢把意外变包袱，是因为彼此有安全感。你知道，就算跑偏了，对方会圆回来；就算摔了，镜头也会切笑脸，而不是尴尬。这种信任是并肩作战熬出来的。看舞台，看的不仅是唱跳多准、灯光多炫，更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用言说的托付。这场追逐战不过是日常默契的一次集中爆发，是多年同频共振后自然流淌出来的松弛。没有长期的磨合，根本不敢在台上这么造，演出一结束，话题直接霸榜。网友的二创能力真让人服气。迷茫脸、跺脚瞬间、伏羲叹气，全做成表情包，配文清一色。伴舞专治周深不服别人开演唱会，他参加体能测试。你翻翻评论区，没人挑刺，全是太可爱了。这才是活人舞台，多来点这种意外。这事儿折射出观众审美的微妙转向。过去看演出要完美，要精致，要流水线打磨的标准件。现在呢，大家更愿意为真实买单。每天被精修图、AI 视频、卡点剪辑包围，早就疲劳了。突然在台上看到个会喘、会猛、会跟伴舞斗嘴的活人，反而解压。我总觉得这种对不完美的包容，是观众对过度包装的温柔反抗。周深没端着，观众没挑刺，心照不宣，情绪共振。这比任何热搜数据都实在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，观众要的从来不是神坛上的雕像，是能一起笑、一起泪、一起喘气的同行者。当偶像愿意走下神坛，互动才真正开始。有人可能嘀咕，这么闹算不算不专业？恰恰相反，专业从来不是板着脸唱完所有音符，是突发状况下还能把舞台的完整性护住。周深那天被溜得团团转，你仔细听，气息没乱，音准没飘，和声层次稳稳拖着，该进的副歌一个没落，这才是硬功夫。换个人追跑的时候早就喘不上气了，或者干脆停下来等走位复位。他没有，一边跑一边唱，一边喘一边接梗，把体能极限和艺术要求硬揉在一起，这叫舞台韧性。现在太多表演依赖提词器、耳返、固定走位，一脱离安全区就手足无措。周深用这场追逐战证明了，真正的专业是允许意外发生，
并且把意外变成演出的一部分。我特别吃这种不端着的专业主义，不靠完美无瑕证明自己，靠临场不乱、情绪不断、节奏不崩赢得尊重，这才是 live 的灵魂，也是为什么前辈愿意搭台，观众愿意买票的底气。技术是底线，人味儿才是上线一场规规矩矩的音乐剧串烧，因为一次意外的追逐，成了全网刷屏的高光。它让我们看到，舞台不是陈列柜，是试验场；演员不是提线木偶，是有血有肉的人。周深被6道破防的瞬间，没剧本，没彩排，却最动人。你琢磨琢磨，为什么这段视频能传这么广？因为它撞上了大家心底对真实互动的渴望。在这个万物可复制、可剪辑、可 AI 生成的时代，一次无法重来的现场失误反而成了稀缺品。我始终信一点，好的演出不追求零瑕疵，追求有温度。周深用松弛感、幽默感、专业底子，把体能拉练变成了情感共鸣。希望以后更多艺人敢在台上犯错，也期待观众继续用掌声包容这些鲜活的瞬间。舞台的魅力从来不在完美无瑕，而在那声喘息，那个愣神，那次笑场里，藏着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连接。这才是现场艺术永远替不了的底色。咱们看戏，看的终究是活生生的人啊。